美日举行首脑会谈，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带来现场独家观察。那么我呢，作为全球唯一的华文媒体，现场采访了日美首脑会谈和日美联合记者会。Are you willing to get involved militarily to defend Taiwan if it comes to that? Yes. You are. That's the commitment we made. 中方对美方的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中方没有任何妥协退让余地。任何人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美日在琉球群岛增兵设点，如何试图构筑琉球湖军事要塞，提升介入台海、东海军力？通过推进离岛前沿部署，形成可以有效、快速介入台海有事的那么一种军事行动能力。美国总统拜登展开上任以来首次亚洲之行，5月22号乘坐专机抵达驻日美军横田空军基地，进行为期3天的对日访问，出席了日美首脑会谈和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峰会等活动。那么，作为美国印太马前卒，日本试图以冲绳来构筑琉球湖军事要塞，美日合力要对台海、东海展开怎样干涉态势？冲绳民众高喊别再沦为战场，渴望和平的权利又被怎样无情剥夺？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参加多场拜登出席的活动，带来独家观察。本期节目，评论员秦真、白梦辰共同在线深入解读，马上掌握最新消息。5月23号，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这也是两人首次面对面正式会谈。在会谈中，二人老调重弹，强调加强美日同盟，应对中国等等。岸田文雄声称，他向拜登表明了决心，将从根本上强化日本的所谓防卫力，计划将日本防卫费增加至适当水准，得到了拜登的强烈支持。在会谈结束后的联合记者会上，拜登还妄称会武力协防台湾。据路透社报道，拜登这一表态背离了美国政府此前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做法。实际上，这已经是拜登第2次发表类似的言论。2021年10月，也有人提问拜登：“美国会协防台湾吗？”拜登的回答也是：“是的，我们有这样的承诺。”此外，这次日美首脑会谈还向外界放出多个值得注意的信号。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也以华文媒体人的身份参加了这次日美首脑会谈。我呢，作为全球唯一的华文媒体，现场采访了日美首脑会谈和日美联合记者会。那么从我在现场观察到，可以感到有这么几个鲜明的特征。首先，第一个呢是明确并强调了日美同盟对于印太地区安全保障的共同领导作用。那么，也就是要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它的遏制能力，把日美过去双边的安保关系扩大到印太地区，那么并试图以日美军事同盟的形式来介入所谓的3海问题，也就是东海、南海和台海问题。那么第3方面呢，就是对于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也就是 IPEF， 那么日本呢是积极的附和，同时呢也要在供应链和经济安保等方面牵制中国。5月24号，毛峰也参加了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峰会。这一峰会也被认为是美国为了遂行印太战略私利进行拉帮结派。这次呢，也是由日本搭台唱戏，主办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跨岛峰会。那么这次跨岛释放出3个重要信号。那么首先是日本要在四边机制当中，在牵制中国方面成为亚洲地区的领头羊和急先锋。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展开，美日不断强化军事同盟关系，联合应对所谓台海有事、钓鱼岛有事也进入实质行动层面。
5月15号，在美军将冲绳归还日本50周年纪念典礼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明确表示，要维持日美同盟的威慑力。拜登在贺信中则写道：“美国国民和冲绳县人民之间的纽带是深化美日关系不可替代要素。日美关系已从昔日战场上的敌人变成了最紧密的盟国。冲绳岛是琉球群岛最大的岛屿，面积仅占日本全国总面积的0.6%，但在美国眼里，冲绳距离中国和朝鲜半岛较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一个静止的航空母舰般的存在。冲绳一共设有美军基地31处，士兵人数超过2万名，包含了海、陆、空以及海军陆战队4大兵种，是美军海外基地中少有的兵种齐全基地，聚集了将近70%的驻日美军。冲绳回归之时呢，日本民众就提出了希望冲绳成为没有美军基地的那么一个和平之岛。那么，诚如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所说的那样，那么即使在回归50年后的今天，冲绳成为和平之岛的目标仍未实现。冲绳民众对和平的无比渴望，是因为他们经历过冲绳战役，这也是2战中最为惨烈、死伤人数最多的一场战役。冲绳战役从1945年4月上旬持续到6月下旬，激战3个月，日军伤亡11万人，被俘9000人，美军伤亡人数也达到7.5万人。值得指出的是，日军在无法取得胜利、做困兽之斗的情况下，蛊惑并逼迫冲绳民众集体自杀，造成10多万冲绳平民身亡，占冲绳平民人口的1/3。我呢也去过3次冲绳，对我来说留下最深的印象，那就是被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首里城。那么首里城作为历史上琉球王国的王宫，那么它的整体的建筑融合和再现了中国宫廷紫禁城的建筑风格，其中正殿中央为国王的宝座，那么上面悬挂着清朝康熙皇帝所赐予的匾牌。可惜的是，在经过30年重建的首里城，那么却在2019年又遭遇到大火的烧毁。那么这是首里城第4次被毁。所以到冲绳访问或采访，我常常带着一种比较深刻的感触，那就是说，冲绳其实是一个多彩的城市，也是一个悲情的城市。但是对冲绳民众来说，更是一个充满着期盼和希望和平之岛的那么一个城市。此外，在过去的50年间，驻冲绳美军也令当地民众苦不堪言。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19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共犯罪约6000次，其中不乏抢劫、强奸、杀人等恶性犯罪。此外，美军交通事故累计造成超过4000人死伤，美军军机多次在冲绳发生坠毁、紧急迫降等事件。在去年年底开始的日本第6波新冠疫情中，大量驻日美军在入境日本时不受防疫措施限制，造成日本防疫出现漏洞，冲绳县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而面对冲绳驻日美军的种种劣迹，日本政府长期以来采取爱莫能助的姿态。遇到驻日美军侵害冲绳民众的重大事件时，日本政府往往只是口头表示遗憾，希望美军下不为例。值得指出的是，对于冲绳民众的声音，日本政府依旧选择听不到。在强化美日同盟的战略计划下，日本自卫队驻冲绳的军事力量也在壮大，令冲绳民众期待成为和平之岛的梦想更是遥遥无期。5月17号，日本每日新闻报道称，日美正在探讨共用基地，将冲绳视为对华重要的前线。日本共同社也报道，日美2国政府内部提出了自卫队与美军联合利用冲绳县内美军弹药库的方案，美军在冲绳县有加手纳弹药库等。如果
果日美实现共同使用，有利于自卫队在有事之际确保弹药，也可以保持持续作战能力。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还指出，为了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日本还正在以琉球群岛为核心，强化构筑被称为琉球湖的离岛弧形军事要塞，也就是要把从与那国岛到奄美大岛的离岛进行军事要塞化。日本要强化日美同盟，介入东海和台海有事，更有意要在琉球群岛增兵设点，构筑琉球湖的军事要塞。那么它的目的呢，一方面是要针对中国海空军频繁进出第一岛链来强化警戒监视，那么另一方面就是一旦台海有事，琉球湖将成为阻碍解放军第一岛链的一道军事屏障。近年来，日本自卫队已经在靠近钓鱼岛和台湾岛的西南离岛部署兵力，未来还要进一步增加兵力，而且这些离岛基地也是能够供美军使用的。一就是要在与那国岛目前现有的沿岸监视部队的基础上，新增电子战部队、机动警戒队。那么第二呢，是要在石垣岛新增地对舰，也就是 SASM 的反舰部队和地对空爱国者03型的中程地对空导弹部队。同时呢，也要新增在奄美大岛的反导部队，形成从石垣岛、宫古岛、冲绳本岛、奄美大岛4个反舰反导的重要基地。那么第三方面呢，是要把马毛岛改成备用的军事基地。那么在冲绳北大东岛等附近几个离岛，要强化部署警戒雷达部队，从警戒封锁、反舰反导和先发制人等方面增加对中国的军事压力。短片中提到，驻日美军约70%集中在冲绳，日本又配合美国在琉球群岛增兵设点，构筑琉球湖军事要塞，试图介入台海、东海。请教一下秦先生，您对这个琉球湖军事要塞如何看呢？因为我曾经去冲绳，我旅游过一次，我去那儿感触很深，就是到处都是拉着铁丝网的这个美军基地，而且美军基地不光占地面积大，它占的都是好地。这个地方实话说，就是离中国的这个东南沿海，比如浙江啊。我测算了一下，大概实际上坐民航飞机大概飞也就1个多小时就能到冲绳本岛。如果美国在冲绳还驻扎过 F-22战斗机 ，F-22是可以飞超音速巡航的，也就是说它连续的飞大概1.8马赫的超音速巡航，从冲绳基地飞到中国的浙江沿海，可能都不用半个小时就到了。所以其实这种威胁就一直都是在的。日本又继续准备在冲绳的一些离岛，比如说石垣岛啊、宫古岛啊、与那国岛建立一些这个设施，比如说更新机场跑道啊，建立一些军事的基础设施。但实际上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就是中国离那边也近，也就是说你像你嘉手大基地那么大一个基地，那么大一个目标，包括什么莆田舰基地等等，如果真的美日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去公然的干涉中国内政，去公然的介入台海问题的话，实际上他的那些目标在冲绳本岛的那些基地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打击的目标，而且现在技术有多种手段、多种武器都可以轻易的把那些基础设施都给它摧毁掉。所以我觉得这个包围湖对中国来说是无所谓的，但是只要美日借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那么中国也是有原则底线的，必将做出回应。日前，在驻日美军3泽基地内举行了一次大象漫步。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大象漫步是由美国空军、海军和日本航空自卫队联合举行，一共有34架各型飞机参加。请教一下秦先生，美日此举试图释放什么信号呢？所谓大象漫步本身就是具有实战的一种意味啊。所谓大象漫步，就是说它飞机前后密密麻麻排着，以最小的间隔起飞，那么它的优势就比较明显，因为它飞机多嘛，就是短时间内大量飞机起飞了。如果其他的对手可能比如说起飞的间隔没有那么密，那么短时间内，比如它起飞了30架，那你如果起飞只有20架，你的这个作战能力就不如它飞机多，就这么一个概念。然后这次的这个演习我注意到，就是它的一大特点就是
除了是美日联合搞之外，然后涉及多军种，就是多涉及空军，还涉及海军的机型，然后还涉及了多个机型，这个和之前的包括美军自己的一些大象漫步演习是不一样的。这次我注意到，你像日本自卫队的 E-2C 预警机啊，美国海军的 P-8反潜机、反潜巡逻机，然后美国的 C-12的通讯联络机啊，这个还有美国的 EA-18G 咆哮者的电子战飞机，还有一些直升机啊，甚至于都参与了这次所谓大象漫步的演习。它是一个很强有力的一个空中作战集群啊，这个集群里包括大量的先进战斗机以及各种各样的辅助飞机，比如预警机和反潜巡逻机，所以形成一个庞大的一个空中警戒、海上对海警戒以及空中的这种获得空中这个制空权优势的战斗机的这样一个综合体。